男人为了变富，竟和富豪达成一个奇怪的协议，就是在富豪死后吃光他身体上的食物，那么他就可以继承富豪生前留下的所有遗产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他将要面对一个可怕的诅咒。男人名叫小帅，是一名底层的建筑工人。这天他在一名顶级富豪的庄园里工作，不小心弄伤了自己的腹部。这时管家梅姨正好路过，小帅就向对方寻求帮助，梅姨便带着他来到庄园的地下室，并给他拿来一些医疗用品。小帅自行包扎完后准备离开，不料途中在一个房间里看到1叠美金，小帅有点心动，于是偷偷过去拿了一张。刚准备离开就被一名老头叫住，此时梅姨也走了进来，他当场解雇了小帅，并且还打算报警处理。小帅连忙把钱还了回去，恳求梅姨不要报警，所有损失可以从他的工资里扣。这时老头打断了他们的讲话，并让小帅坐到了他的面前。原来老头就是这家庄园的主人。他询问小帅为什么要偷钱，对方表示自己早上来上班时遭遇了抢劫，没钱回家才起了贪心。老头听完不仅没有责怪他，反而还递给了他一笔钱，并表示明天照常来上班就行。第二天梅姨找到了小帅，表示老头想见他。小帅不明所以的来到餐桌前，老头表示自己已经时日无多，而且没有任何亲人后代，死后自己的遗产也不知道给谁。老头表示他可以把遗产全都继承给小帅，但却有一个奇怪的条件。If you will eat a meal off my dead body, I'll give you everything. This house, my money, my investments, my life's work, it will all be yours. 小帅觉得有点荒谬，以为老头是在开玩笑，可看到对方诚恳的话语，小帅开始有点相信了，于是询问为什么会选择他。老头表示自己从没有帮助过人，而且小帅目前看起来很需要帮助。小帅思考片刻后答应了下来，因为自己现在确实很需要钱。不久后，一个陌生男人来到小帅的家里，送来了一张请柬和一套礼服，表示时候已到，今晚准备出席。室友阿杰一脸疑惑地询问，但小帅并没有告诉他。很快他来到了老头的庄园，梅姨拿出了合约，表示老头尸体上的食物必须都要吃完，连一点残渣都不能剩下。还有这个合约具有保密协议，除了庄园里的人不得透露给其他任何人。说完，小帅来到了老头遗体旁边，服务员给他端来了椅子，让他跪在边上，接着就端来了第一道菜。由于没有提供用餐工具，小帅只能用手拿起来进食，前几道菜还能顺利完成。看着边上飞来飞去的苍蝇，小帅开始有点反胃，不过为了遗产也是拼了。最终小帅几乎吃完了每一道菜，但还是剩下一些残渣没有吃完。服务员将他们聚在一起，倒在了尸体上。 Every last crumb。 小帅应该是穷怕了，忍着恶臭吃完了所有残渣。接着梅姨拿出了合约，告诉对方还差最后一步，只要大声念出纸条上的内容，然后签上名字，合约就正式生效了。小帅没有多想，就拿起了纸条念了起来。 For your peace, I take on all sins you carry, and I pawn my own soul. 签完字后，小帅开始晕头转向，接着就倒在床上昏睡了过去。隐约中看到无数黑影向他逼近。等第二天醒来，梅姨告诉他这里的一切现在都属于你，里面的人都可以随意调遣，然后给了小帅一张黑卡，表示这张卡没有限额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突如其来的富贵让他有点难以置信。不久后，他回到了出租屋里，收拾完东西后和阿杰做了简单的告别。此后，小帅过着惬意的生活。这天，他正在家里喝酒，突然莫名的流起了鼻血，丝毫没有注意到走廊里多出来一个人影。然而下一秒，等小帅醒来，发现自己全身湿透，他连忙找到梅姨询问情况，怀疑他是不是在食物里下了药，导致他出现了幻觉。但梅姨表示绝无这种可能。这时小帅想起当天吃完食物后读的纸条，让梅姨拿出来再给他看看。看完之后，小帅才发现自己被诅咒了。原来老头生前为了致富不择手段，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为了死后不下地狱，就必须寻找一个人替他背负所犯下的罪行。小帅通过老头生前所看的书得知，在尸体上吃光食物其实就是某种仪式。小帅不仅继承了老头的遗产，同时也继承了他身上的所有罪行。得知真相后，小帅立马去找到了神父，但他根本无法说出到底犯了什么罪行，因此就无法忏悔得到原谅。于是他又回到庄园威胁梅姨，要求对方将老头生前所做的事情都说出来。为了保住工作，梅姨只好把实情告诉了他。原来小帅幻觉中的女人是老头的妻子，因为婚内出轨被发现，没想到老头竟直接掐死他扔到了河里。
得知真相后，小帅再次找到了神父，并将罪恶告诉了对方。神父便开始对他进行赦免仪式。没想到这时阿飘突然走了过来，他使劲掐住小帅的脖子，眼看就要被阿飘掐断了气。神父此刻终于念完了经文，阿飘也在此时消失不见。小帅开心地谢过神父，如释重负地走出教堂。本以为终于可以享受富豪的生活了，没想到这天晚上，小帅正在喝着酒看着电视，突然身后的台灯倒了下来。他起身查看，发现一位戴着面具的男人。他从地上缓缓爬起来，向他靠近。小帅吓得立马跑上了2楼，可没想到走廊里又跑出来一个烧焦的人。眼看马上就要走到他的身边，梅姨的出现把他拉回了现实。从梅姨口中得知，原来老头此前也是出生贫寒，通过继承别人的罪恶才得到现在的财富，就这样一代传了一代。因此小帅现在所看到的阿飘都是聚集了众多人的罪恶才形成的。小帅得知后再次找到了神父，但对方却将他拒之在了门外，因为小帅背负的罪名实在太多，根本无法通过忏悔就能得到原谅。无奈小帅只能回到了庄园，他只能靠吃一些镇定药帮助自己入睡。可即便这样，每天晚上还是有好多阿飘找到他。小帅无法忍受，只好加大用药剂量。没想到过量导致自己差点领了盒饭，好在梅姨及时发现救下了他。醒来后，医生告诉他已经死亡了几分钟，不过经过抢救，幸运的救了回来。此时的小帅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状态，于是找到梅姨寻求他的帮助。但梅姨告诉他，如果想彻底摆脱，只能选择死亡，然后将罪恶传递到别人身上。这时小帅想到医生说他之前死亡了几分钟，可以通过这几分钟将罪恶传给另外一人，最后自己还不用死。没想到被小帅找到了诅咒的漏洞，梅姨也是一脸惊讶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下一个替罪羊。梅姨表示可以找身边的朋友，这让他第一时间想起了阿杰。但小帅还是有点于心不忍，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可不久后，阿杰打来了电话，称自己遇到了大麻烦，希望小帅能借点钱帮助他。小帅没有犹豫，就拿着钱来到阿杰家里。一进家里，发现到处杂乱不堪，也没有看到阿杰的身影。小帅在床底下找到了一把手枪。这时一个阿飘从床上爬了起来，他不停地向小帅求救。可小帅却毫不犹豫地朝他开了一枪，没想到阿飘竟变成了阿杰的妻子。保镖们听到枪声后，迅速将小帅带了回去。回到庄园，梅姨劝他赶紧将诅咒传下去。小帅终于答应了下来。不久后，梅姨将阿杰请到了庄园。阿杰以为是自己害死了妻子，现在已经无家可归，希望对方能够收留他。此时梅姨代表小帅把他的意图说了出来。 He would like you to be his sin eater. You eat a meal off his dead body, every last crumb, and he will give you everything. 山穷水尽的阿杰很快答应了下来。就这样，小帅利用药物进入死亡状态。恍惚间，他看到无数可怕的阿飘，这些都是他背负的罪恶，也是先前的人一代代传下来的。等小帅醒来后，梅姨告诉他仪式非常的顺利，终于小帅回归到了最初的生活状态，而阿杰则被阿飘折磨得痛苦不堪。最后，梅姨在一本名单上写下了小帅的名字。看来梅姨身上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